好，回到节目科技的部分哦，也要来看的是安氏半导体的争议。大家原本以为已经告一段落，但是并没有，还在余波荡漾，这个火呢还在延烧。安氏半导体的荷兰总部指控中国大陆总公司拒绝沟通，说呢很多客户已经反映了，他们因此可能会要面临停产的困扰。那中方这边呢总部发表声明是否认，而且呢宣称说，在恢复生产以后，已经出货了74亿颗晶片，供应全球515家的客户了。那么文泰科技也反控说呢，这个旗下的安氏在欧洲业务部门啊，现在企图要打造一个非中供应链，规划要投入3亿美元，在马来西亚扩建工厂。那另外呢，也企图在2026年年中以前要达到90%的产能移出中国大陆的内部目标。所以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后续，就是恢复生产是真的，出货也是真的，降低中国生产比重也是真的，无非就是为了去风险这个考量。可是破镜难圆哦，真的是回不去了，是这样吗？这个关系已经是这样子了，然后呢，未来的生态也开始改变了，怎么看？的确，现在是遇到一个困境，就虽然这个荷兰的经济部呢，他已经本来下达部长令，要求这个安氏荷兰在1年之内不得对知识产权业务进行任何调整。那这样的一个禁令他已经解除了，那表示荷兰安氏可以做知识产权业务的一个调整。但是呢，荷兰企业法院他也做了一个裁决，就是说暂停，就是安氏这个母公司文泰科技的创始人张学正先生呢，他担任安氏荷兰的职务，把它解除啊，而且呢，这个文泰科技持有安氏的这个股份呢，只剩下1股，其他交给第三方的托管，而且指派一名具有决定投票权的董事。那这样就会造成安氏荷兰跟安氏中国之间的一个冲突啊。那安氏中国，它这里都是它的出货，只要是在安氏的在中国的东莞这里是它主要的出货，它封装测试都在东莞这里来做运行。那荷兰呢，它是一个本来是安氏东莞的母公司，那这样呢就会发生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们公司法知道，母公司当然有权控制子公司，对，母公司文泰，它当然有权去控制安氏荷兰子公司，天经地义的，对，是天经地义。对啊，那但是荷兰县法院把它暂停它的这个权利，所以这是违反我们一般的对公司法股东权利行使的一个基本的认知了。这是荷兰政府。那荷兰政府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他觉得说，你刚刚讲要去风险化，我因为地缘政治关系，我担心安氏不出货给我欧洲的这些汽车所有的供应商，因为这个安氏的这个中低阶晶片是它用在汽车刹车系统、安全气囊，还有电动车窗，这些都是汽车生产过程必备的，少一样，整个汽车生产线全部停摆。那他担心他没有办法掌握安氏东莞的这样的一个生产量，所以他说如果我没有办法掌握的话，那我干脆去马来西亚，因为马来西亚现在半导体做得很不错，它封装测试也不错。那我在马来西亚再设一个厂的话，那我可以把我的产能移到马来西亚去。但是这绝非长久之计，因为你的股权是文泰科技，对，你这个怎么能解决你的问题呢？所以这个可能我相信中国跟荷兰之间还要做一个协商。那中国为什么不敢做一个更强而有力的一个报复措施呢？因为荷兰的 ASML 它的这个光刻机是中国必要的。如果中国对它做出一个很强烈报复措施，那 ASML 的回复我相信也是非常强劲，了解，会造成中国半导体厂你都没有这个光刻机可以来使用，那你的半导体市场就会全部当掉。所以这就是一个空间在那边。对，这接下来的话，也不是把这个事情做到最绝，可是呢，这件事情也凸显出了黄老师，我们请您带我们来看一下，政府是解决不了包括市场的问题啊，科技公司跟这个整个供应链的问题啊，但是现在我们讲回不去了，那回不去的话呢，接下来可是母公司还是有控制权啊，这件事情怎么了呢？哇，这个真的是一个。现在整个半导体已经变成政治完全凌驾于那个成本的上的这个问题了。那你说文泰科技本身跟安氏之间这个恩恩怨怨，我是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但我记得我们上次聊到多极供应链这件事情是势在必行，一定会发生嘛。那只是说这一句说起来，这个公司的部分我不懂，但是我只能知道说，在接下来科技公司他们之间可能自己晶片，车用
会用到车用半导体的公司，他们自己也要开始去寻求他们自己的退路了，不然光是压在安氏这边，我想未来的问题只会越来越大，还是会被人家一样卡着脖子、卡着成本、卡着政治议题。那政府已经没有办法去控制整个科技公司局势的情况下，公司的事，还是老话一句，公司的事我不懂，但是其他有需求的人自己得去想办法，然后去跟其他有能力的人沟通，把东西去拉开。对，这恐怕也是欧洲企业这次始料未及的，就没有想到说这个政治的效应会如此之强，然后整个影响到了供应链啊，整个断供的话，你这个后面一连串就会造成连锁反应啊。那所以现在市场在那边，可是呢，未来会不会断链或者是脱钩，或者成为这两条不同的这个供应链？哈，现在大家也在看。那《金融时报》呢，在这个礼拜有一个报道。在26号礼拜三呢，他们报道说呢，中国大陆的固定资产投资啊，最近也出现大幅下滑的情形。到10月底为止啊，年增率降了1.7%啊，这是数十年来罕见的负成长。而荷兰国际集团 ING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Lin Song 他认为说，北京在今年年中开始谈反内卷措施之后，使得公部门呢因此变得可能更加的谨慎。另外有一个数据就是中国大陆国家统计局啊，他们的资料显示，10月份的 CPI 年增率是0.2%，那今年2到6月还有8月跟9月有超过半年的时间 CPI 的年增率啊都是呈现负值的情形。所以我们曾经提到像“15+5”呢要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也就是说呢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所以接下来中国大陆的经济方针会是以防内卷为重，还是先想办法，也是必须要先刺激国内的消费？吴岳老师怎么看？我想它大概有几个嘛。那第15个5年规划当然很清楚的，它首先一定要强调科技上的自主创新这个部分才能够突破跟突围。是。那第二个部分它也很清楚嘛。那你经济上要维持一定的这样一个稳定的 GDP， 就靠3个，一个靠进出口。那我们看到说，其实今年2025年中国的出口实际上是比去年来得好。那去年贸易顺差高达1兆美金，今年按照目前为止1到9月份已经是8700亿美金，所以今年肯定会比去年来得高。但是明年大概就很难以为继嘛。那第二个部分就靠投资嘛。所以说，投资的部分来讲话，主要是靠民营部门投资、民间企业的投资嘛。那今年5月20号，它出了第一部的民营企业促进法，希望能够加大投资。但是最重要的，我想是应该是消费的问题啦。因为消费的问题变成说，这是一个中国大陆目前为止是一个重中之重。一般中国居民的储蓄率大概是美国人的10倍啊，大概平均大概是40到45块，美国大概只存4到5块4块左右嘛哈。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说中国居民的储蓄率远远高过他的所谓的投资跟消费嘛。那你去看美国，它的消费居民消费大概占到 GDP 占比都是68.8%，中国大概只有40%嘛。所以这里面来讲话，两个都是要处理的。如果不能够内部扩大消费来讲话，经济上当然它动能就会失去嘛。那第二个波你所讲的防内卷，因为内卷的问题确实是很严重的问题。政治局会议已经把这个问题拿出来讨论，那当然在15规划当中也谈到这个问题嘛。那现在已经在着手的内卷的问题有多严重，我们就举2个例子，大家都很清楚嘛。第一个，中国大陆现在目前为止大概是电动车大概是最有名的嘛。他们统计了一下，去年中国18家的上市的这样一个汽车公司，它的所谓的总得的利润，严格讲总盈余大概是900亿人民币。那丰田一家呢，大概是2300亿，2337亿人民币，就是18家的这样一个中国的汽车的利润，大概只有丰田汽车一家的Toyota一家的40%嘛。为什么？严格讲内卷严重，高度竞争嘛。那第二个四中全会之后，你注意看哈，因为哪一些是比较严重的，无非是电动车、太阳能、风电、锂电池嘛。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说，中国大陆目前为止也针对17家有关于太阳能这个部分开始进行所谓整合的，因为就房内卷要不处理的话，严格讲投资也会有问题嘛。对，所以现在就是在内卷的部分，其实最近的一些报道也看到，包括开始处理了，对，不只是电动车，民生消费。